如果给你6000万，代价是余生都看不见月亮，你会答应吗？我在没有打扫、塞满外卖盒的出租屋里看着天花板发呆，心里写满了我操。就在同一时间，我的手机响了，一条短信赫然让我瞳孔地震。您账户于2月20日收到本行转入人民币6000万点00元，余额60000300.04。我沉默了足足10秒钟，然后抡圆了胳膊，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真他妈是真的呀！我一边揉着生痛的脸，一边在狭窄的阳台抬头望向现在漆黑一片的夜空。今晚本来是个晴天，繁星满天的天空中，一块小小的圆形区域像被橡皮擦掉一样突兀地存在着。那里曾经有一轮我余生都不会再见到的月亮。重要吗？呵呵，老子都快在这饿死了，当然不重要。我深呼吸，打开一罐可乐，猛灌了2口，平复了一下心情。人有钱了，不得不说，思维都比以前要活络不少。但我首先考虑的不是有钱了怎么花，而是这场游戏的规则。我掏出纸笔，把有些长毛的便当盒推下茶几，开始推演起来。首先，这已经是反科学、非自然的一场现象，我不能继续用常理去推断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2，刚才浮现的文字信息包含了下面几条关键情报，需要仔细考虑。放弃选项：随机，获取金额固定 ，Yes or No。3，放弃选项：随机，说明参加这场游戏的人一定不止我一个，大家每个人肉到的初始天赋不一样，我肉到了余生不得看到月亮。别人有可能放弃的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个参赛人数和参加的目的是我下一步首先要搞清楚的情报。4，初始金额固定，有2种可能，一是这是一场大富翁游戏，比赛项是大家谁能通过6000万初始资金获取更多的资金，等到其他人破产游戏结束。另一种是大逃杀游戏，比赛项目是大家争夺彼此的6000万，最后幸存者获胜。5，这是一场情报战，如果能更多搞清楚对手舍弃之物的人，能在接下来的竞赛中取得先机。6，但这也意味着这场游戏80%以上是大逃杀，因为只有大逃杀淘汰赛，知道对方的弱点并想办法夺取对方的资金才有价值。我掏出手机，仔细端详了一阵，发现了新的情报，其我的账户余额交完2500房租应该只剩300，现在余额却是60000300.04。04应该是我的大逃杀编号，没有错，圣杯战争这场比赛的人数上限应该是7人，而我的编号是04。我靠！一夜未眠，我看着满地推演用的废纸团，起身伸了个懒腰。这过程里，我一直也在关注各平台信息，没有任何关于6000万的报道。这说明至少大家都第一时间隐匿起来了。按照黑暗森林法则，谁先露头谁倒霉。但是昨天晚上推演和各种实验后，我又得到了下面几条有用情报。1，这笔钱可以正常使用。我半夜肚子饿又点了只烤鸭，金额正常变动，系统界面也没有弹出来，也没有奇怪的老爷爷突然出现和我讲解游戏规则。这意味着我可以用这笔钱采购一些狩猎用得上的交通工具和必要的武器。2，月亮消失了，但月光还在。我能摸到月光洒在我的手心里。我让送外卖的小哥也看了看天空，能看到月亮，也就是说看不见月亮的只有我一个人，但月亮的存在没有消除。3，昨天新闻里的确说有一颗天外流星路过地球，那我们这7个人应该是以某件事或者某个物体，至少是某个共同契机才触发了这个事件。数字是7。而我想了很久，最后我掏出手机仔细端详，一阵电光火石之间，我打开了通话记录。3点30分，房东郑先生。3点55分，小岭岛胡经理。4点21分，送餐小哥。5点04分，隔壁王阿姨。6点12分，实习设计师黄西西。我像凝视深渊一样凝视通话记录里最后一个名字。9点24分，陈希儿，备注是我的前女友。思考之后，我决定去银行先取钱。王阿姨今天白天没有出摊，这很反常。她提着一个看起来很结实的帆布袋，戴着墨镜，裹着头巾，一步3回头的朝着我们小区1公里外的银行走来。王阿姨走进了1号取款间，期间一直警觉地观察着周遭的动静。对不起，本机暂不提供取款业务。她眉头一皱，感觉有些促狭，又赶紧走到3号取款间。对不起，本机暂不提供取款业务。这是谁啊？能把北京城的银行 ATM 取空？王阿姨心头一沉，顿时觉得不好。她警惕地死死盯着有人的2号取款间，一只手从后腰摸出一把平时晚上买烧烤摊惯用的切肉小刀。应该是竞争者。门开了，王阿姨手上的刀一松，滑入了口袋。哟，今天不上班呢，来这干什么？自己想做饭，不小心把手切了。我妈给我寄了一袋紫土特产，顺便来取点生活费。您怎么也来了？
那袋子也是装土特产。王阿姨微微一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家小子最近要创业，我来取点棺材本给他试试，瞒着我家老头子呢，你小子可别对外瞎说。知道，理解，那我先走了哈，王姨。我说着就要走人，王阿姨在我出门的刹那，悄无声息地摸了一把帆布袋。不是什么土特产，是钱，全是钱。她沉下心，继续操作机器，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我把2号机也取空了。王阿姨这次干脆钱都不取了，直接转身跟着我。哟，您不急着取钱啊？3个机器好像都被人取空了。是吗？我现在是听说有的网点不景气，每天如果不预约只能取几万块，你说这创业哪够啊，是吧，王阿姨？对啊，现在在北京做个生意，怎么着也得10万起步吧。王阿姨感觉不能再拖了，十字路口一定是有监控的，这一段胡同必须解决问题。你的手是怎么切的啊？哦，这个呀，就昨天晚上，很奇怪，9点多吧，我睡了一觉醒来，肚子饿，想自己做碗面，不知道怎么那个刀刃就好像消失了，我也说不清，回过神来手已经伤了。小周啊，那你看看这个，你看得清吗？阿姨手上有什么？王阿姨掏出刀，眼神可怖的在小周面前晃了晃。我眯了眯眼，仿佛在端详阿姨手心的空气。咦，什么也没有啊，您不是空着手呢？我心跳加速，赶紧加快了脚步，拉开了距离。王阿姨一下子就明确了，她舍弃的东西是看不见所有的刀。你别走那么快，阿姨帮你提下袋子，你看你手伤了多不方便啊。阿姨你慢慢走，我好着呢，不用操心。空无一人的胡同里，2个人从散步变成竞走，又从竞走变成赛跑。阿姨，不是您追我干什么呀？阿姨想帮帮你啊，别跑了伤口裂开了。哎呦，阿姨您可太热心快肠了，我感谢您8辈祖宗。没事，等我追上你也要感谢你8辈祖宗的。跑到胡同口，我突然诡异的笑了笑，突然急停转身，背后就是十字路口。我的左手不知何时已经从绷带里抽出，只是手背上一个月牙大小的小切口。咦，王阿姨做了20多年菜了，她注意到这根本不是菜刀的伤口，而是小刀轻轻抹了一道的创面。她的2只手都已经被我抓准，刀更是被一把夺过，扔到了一旁。她看得见，这是王阿姨最后一个闪念。阿姨，您从早上开始一直在路边戴着墨镜试探线路，选了唯一一条不用过马路的曲线路线。您看不见的东西是汽车对吧？再见了。我猛地一用力，王阿姨顺势一个踉跄，跌入她眼中空空荡荡的十字路口。而此刻，车水马龙，一辆满载着数的大卡车正高速驶过。因狩猎成功，账户入账6000万人民币。系统提示如预期一样响起。我没有回头，而是耸耸肩，把阿姨剩下的东西丢入胡同里的垃圾箱。对呀，月亮，谁又能想到我舍弃的东西是月亮呢？我之所以会来北京，完完全全是因为前女友。当时她要到北大读博，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大出息，当然全力支持。我说我先提前1年来这看看情况，等你来北京，哪条胡同有好吃的，我都给你弄得明明白白。咱们到时候买个小电摩，你在后面扶着我的腰，这什么呀？北京爱情故事。陈希儿在电话里咯咯咯的笑。我问她你笑什么？她说没什么，我觉得我爷们长大懂事了。但1年后，因北大导师名额被关系户抢看，他对决了去日本读博，于是他就变成了前女友，我也变成了前男友。他也会想杀我吗？我处理完手上的伤口，一边思考一边开始琢磨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我发了半小时呆，最后还是拨通了电话。喂，西安。怎么才第1天这么着急？我这6000万吗？我一屁股坐在床上。你怎么知道规则？我不知道更明确的规则，但我知道如果这是一场竞赛，那么对方一定会主动来找我。希儿，我不是，总人数是7人，除了你其余4个都在北京，所以你暂时安全，我会来处理。4个，所以你已经解决了1个是吗？我爷们现在挺杀伐果决呀。我不是你爷们了，请自重。然后呢？处理完了再来杭州处理我是吗？应该有别的办法，比如通关后再许愿复活之类的。如果都没有呢？你要如何？我们见面再说吧。行，加油哦，等你。我挂了电话，发现还有个微信留言，来自黄西西，只有1行字：胡经理已经被我处理了，晚上8点来定位这个公园找我。不见不散。另外一边，黄西西那里，时间回到1天前，西西写完自制报告，自己又仔细读了2遍，翘了回车发速，点燃一支烟。这么久以来，他没有在办公室抽过烟，一直维持着一个乖乖女设计师的形象。但这次不用了，有了6000万，他想干什么都行。他嘴角上扬，点开胡经理的回复邮件。
做完这个提案再批你的辞职，明天的项目很重要，有可能要周行和你来主提案。他轻蔑地笑了笑，对着楼下比了根中指。看起来西装革履、斯斯文文，其实是一个阴阳怪气的暴力狂魔。他想了想，又回复了一封邮件，内容很简单：对不起，本小姐不差钱，不伺候你这种变态了。这次他重重敲下发送回车时有种为周行报仇的快意。发完邮件，他掏出手机，开始观赏大6000万的银行账号界面。他看得太入迷，以至于没有听到身后本应听到的沉闷的上木质楼梯的脚步声和开门的那一声吱呀。该从哪里发起比较好呢？他心情好极了，再加上他舍弃之物相对其他人来说，他认为几乎微不足道，以后喝水用大瓷缸子就行了。直到他从屏幕的反光里看到一张双眼血红、充满愤怒的脸。哈！他来不及回头，就被老胡像抓小鸡一样扼住了咽喉。每天健身千锤百炼的身体可不是盖的，大只铁钳一样的大手把他整个人提了起来。可，放手！不是，放手！你疯了吗？操你妈！西西胡乱地抓着桌子上的东西朝老胡砸去，一把剪刀飞出，直接在老胡的胳膊上插了个血口，这才手上一松，西西一屁股坐到地上。操你妈！你是要杀人吗？我要去告你！我跟你说，你这种疯子就应该坐牢，让那些牢里的壮汉好好教你怎么做人。西西双眼冒火，当话像连珠炮一样脱口而出，却惊讶地发现老胡愈发不对劲起来。首先是双目赤红，双臂随着他的怒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又膨胀了1/3。最关键的是，他全程没有说话，张嘴只有完全听不明白的低吼声。老胡起身，2步并作1步靠前西西。你到底要干什么？西西闪身躲过这道直拳，拳头打在电脑屏幕上，后者直接整个裂开。但幸运的是，老胡的整条胳膊也卡在了屏幕里。一瞬间，西西想起老胡邮件里那句有些奇怪的话：明天有可能要周行和你来主提案。原来如此，西西想明白了。你也拿了那6000万，你放弃的是说话能力，对不对？西西一边说着，一边逃出房间，几乎是连滚带爬跑下楼梯，随后冲出办公室，朝着楼外逃去。可这是30多层的高层建筑，电梯正是上班的高峰期，此时全部都不在顶楼。西西看了一眼消防通道还开着，赶忙朝着楼梯跑去。面对死亡威胁，他的脑子却越来越清醒，一边跑他一边听着楼上的动静。刚跑到24楼时，他听到楼梯里急速的脚步声，老胡追上来了。他一瞬间想起《无间道》黄都查死之前的剧情，一直下楼是不行的，老胡现在的体能和力量不正常，肯定会被抓。西西赶忙从消防通道回到走廊里，走廊空无一人，但尽头有一间已经废弃的办公室，似乎是之前来创业的年轻人留下。西西赶忙猫着腰躲了进去，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28、27、26、25、24、23、22、21、20，西西松了一口气，小声嘟囔了一句：总算摆脱那个疯子了。就在这时，脚步声突然停了。20、21、22、23、24，脚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西西知道来不及了，他推开窗户，想从排水管顺着爬下去。上半身刚探出去，左脚刚要发力，一股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把西西整个人悬空拖了回去。啊，来了！西西双手抱头，来不及反应，只觉得腰上仿佛被卡车撞到一样，想喊却喊不出声音，一口血喷射而出。他被重重地砸在办公桌上，整个办公桌被砸到产生裂纹，桌上的杂物四处击射。他像一只被闪电击落的蝴蝶，蜷缩在办公桌上，裂纹就是他的翅膀。2只粗壮的大手拍上他的脖子，他知道死亡要来了。他闭目等死，却突然发现老胡的力量好像比方才要小了不少。虽然依然喘不过气，但那种一拳打穿屏幕的力量，折断自己的脖子，只需了1秒钟。为什么会用掐的呢？等会，老胡为什么会找到自己呢？自己身上肯定没有定位或者追踪器，老胡完全是背后看到自己6000万的界面，还临时起移动了杀念，是因为刚才自己低声说的那句话吗？电光火石之间，唏嘘想起周晴疯狂安利给自己的龙族3言灵，难道说主动舍弃言语能力的人，人的言语能给他力量？脖子上的压力在增大，老胡本身健身多年，体重比西西多100多斤，他不需要额外的力量强化，都能完成他的任务。西西开始出现抽搐的症状，喉咙里吸不到空气，脑子像放在滚水里煮开了一样沸腾。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我不要死。西西伸手摸向背后的伤口，他依稀记得自己被砸上桌面时有那种熟悉的某物碎裂的声音。片刻之后，他掏出一把带血的东西，艰难地举起来，目光坚定地看着老胡。老胡似乎也觉得他已经是强弩之末，这不是搞笑吗？面对体型差距如此大的自己，拿一片碎玻璃能做什么？西西笑了，艰难地笑了。
他毫不犹豫地动手了，手的弧度不是朝外，而是向内，朝着自己胸口的位置。噗！一把锋利的玻璃碎片插入了西西的胸口。我的舍弃之物是余生看不见世上所有的玻璃，你这混蛋！就仿佛过了一刹那，也可能不到1秒钟，西西感受到一股强大无比的、自己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力量，正在透着手中虚无的空气灌入心脏。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睁眼，动手，蝴蝶的翅膀划破灰尘满布的空气，直抵胸口。老胡感觉到不对劲时，已经晚了。他低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已经深深凹进去的胸骨，尝试性的大口吸气，但肺脏已经彻底不存在了，他像一座山一样倒了下去。西西爬起身，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经历过刚才的生死，此时她已经不是那个任人鱼肉的小姑娘，那个软弱的西西已经死了。他俯下身，闭起眼，像狮子凝视断了喉咙的羚羊一样凝视老胡的眼睛。老胡正在逐步溃散的瞳孔深处，有一串新的文字正在浮现。03胡正狩猎完成，下一步计划。04周行，坐标北京。定位坐标东城区龙潭湖北京游乐园。我在网上查了查，这间游乐园1984年竣工，占地53万平方米，是北京最早一批有摩天轮的现代化游乐园。但因为开了20多年一直亏损，投资方撤资，已经在9年前停业了。换而言之，西西约我去的地方是一所只存在老北京童年记忆里的废墟公园。他的目的是什么？胡经理又是怎么折在他手上的？他又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我在前往目的地的出租车上推演着，想尽可能多的获取这场战斗的情报。黄西西，广东人，1年前加入公司，担任设计师职务，身材瘦弱高挑，力量小，无运动特长。第2次搬办公室，连自己的电脑主机都是我帮忙搬的，我是他单位唯一的朋友。如果要说我们为什么关系好，因为我们都恨死了那个脑袋有坑的胡经理。但话说回来，西西和他体重都差了100斤，也没有系统锻炼过，是怎么战胜他的呢？难道除了放弃之物，还有我没注意到的隐藏规则？我复盘后整理了下面几条。西西是在处理掉胡经理后才联系的我，而我也在处理掉王阿姨后再次弹出了系统提示，但十字路口车水马龙，因为我当时想快速离开战场，没有舔包，所以当时可能有什么我没注意到的系统提示，比如游戏人数、竞争者名字之类的信息，这一点后续我要核实。2. 如果只是失去看见某物的能力，而没有额外的属性加成，这场游戏就会变成力量强的一方的单方面收割。为了游戏平衡，应该是设置了某种程度的保护机制，就像 DNF 里的竞技场平衡系统一样，确保在战斗中弱者也有取胜之道。这个规则西西一定发现了，所以胡经理才遭了殃，要想办法在处理掉他之前从他嘴里撬出来。3. 西西约我去这个废弃公园，显然就和王阿姨不想和我在十字路口这种不利于他发挥地形战斗一样，一定是这公园里没有阻碍他的放弃之物，而我只要找到他的放弃之物，我就有胜算。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大门口，这里锈迹斑斑，杂草丛生，远处巨大的废弃摩天轮，像是北京城里隐匿的巨大怪兽。我走近一看，门被大铁锁得严严实实。这时我又收到西西的微信，进门的时候要走后门，来门进不去，绕一绕，从铁门缝钻进去。我照做了，一个人猫着腰钻了进去，里面虽然废弃多时，还是能从不少高大的城堡类建筑和各类已经生锈结网的游乐设备看到当年喧嚣的光景。西西的放弃之物是什么呢？是灯光吗？不对，这里虽然光照不强，也还是有昏黄的路灯存在。是声音吗？那更不可能，他又不会读唇术，我只要说话他就会穿帮。是风吗？有没有可能是要去里面一个幽闭的城堡中，没有风的环境下，对他有某种力量加持吗？有什么是废弃公园没有，外面的世界有的东西呢？我胡思乱想的间隙，已经走到了摩天轮脚下。西西的微信又来了，少来。我顺着摩天轮背后生锈的扶梯爬上最顶端时，西西正背对着我坐在里面，正哼着歌。我看不见的某处，月光洒在他的身上，让他的背影看起来像是镀了一层哑光。第1条情报，手提之物如果离你太近，你会感受到力量，如果是更深层次的刺入，会强化体能和愈合力，类似你以前借我的那本龙族里的言灵能力。我们这些被选中的人，可能已经不能算人了。第2条情报，狩猎结束的对象会直接从概念层面抹杀掉。我查了公司档案，已经根本不存在胡正这个人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西西回头看着我，琥珀色的瞳孔里像有火焰在燃烧。狩猎结束后差不多1分钟，他整个身体就消失了，就像我有时候画图电脑死机丢到一样，这个人就不存在了。我刚才在想，你等会也要和他一样不存在了。我在北京最好的朋友马上要死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不存在了，我心里就有点难过。我笑了笑，不置可否，挠了挠头。反正不管咱们谁死了，通关的人记得要复活就行了，这个没问题吧？西西眯起眼睛看着我，你有认真听我说第一条情报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要把你引到这个地方？我跟你说了多少次要仔细要细心，结果就这么单枪匹马空手来了。我该夸你勇敢，还是笑你幼稚呢？我也没什么好气的看着他。喂，不要老把我看扁好吗？提案的时候你也是这样，每次要改我的文案，说我这不对那不好，做好本职工作可以吗？西西把手抬起，周遭摩天轮开始轻微的震荡，他的声线变了。那是因为你的文案真的写得好土啊！一时间我听到耳畔无数玻璃窗震碎的声音，狂风烈烈，整个摩天轮发出痛苦的呜咽。它能像万磁王一样吸引某种物质，化为把人撕成碎片的利刃。西西眼里，我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他提前把所有的窗户敲到半碎状态，又选了一个没有躲闪地方的摩天轮最高点。这种局面下，只要舍弃之物不是摩天轮，他就必死。面对就有，想到此前两人一起周末聚餐嬉闹林林总总，西西叹了一口气。再见了，一切结束后，我会复活你的，我保证。尘埃落定后，我的身影消失了。西西不敢怠慢，猛地转身，手上无形的玻璃碎片齐齐出手。空了，全空了，玻璃远远的飞出，过了很久之后才传出落地的破碎声响。不对劲，不对劲，不对劲，不对劲！西西意识到此时我的舍弃之物一定是已经触发了，但到底是什么呢？我又是如何挡住刚才的玻璃风暴的？此时又在哪？难道说在上面？西西猛地抬头，只看到我像猛虎一般从摩天轮顶部跳下，直直地把自己按在地板上不能动弹。此时我的衣服被彻底切碎了，但手上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金属色泽，正在月光下熠熠发光。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等我以后有了钱，我玩任何游戏都要当一个挥金如土的人民币玩家。我抬起头，放下兜帽，瞳孔里也有火焰一样的东西在燃烧。你身上穿的到底是什么？德国进口的黑骑士防自防砍链甲背心和链甲防割手套，淘宝上顶配的3级甲，大几千一套呢，用电锯来锯都费劲。你那玻璃碎片省省吧。我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准备就来呢？我也要活下去啊！西西。西西听到摩天轮下似乎有人走来的脚步声，他的眼里又升起薄雾一般的希望。不愧是你，但我也留了后手，你等着，很快他们就要来了。我略带戏谑地摇了摇手指。你是说那些被你花钱收买的看门警卫吗？他们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人了，他们过来是等会方便把你装袋。西西第一次露出惊恐的表情。我一进来就很奇怪，为什么你的微信每次都那么及时？我到公园门口你发微信，我到摩天轮下面你发微信，这只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你收买了这里的看守警卫，你能用手机远程看到监控画面，所以你才对我的动向了如指掌，对吧？认真说的话，带着电棍和武器的健硕警卫的确很难对付，所以我上来之前给他们说了，你给多少，我给双倍，最后一人账上分了20万，200万这件事就解决了。你看是不是很简单？不要小看 RMB 玩家呀！你是傻子吗？我一个人才给了1万块啊，他们骗你的。我知道啊，西西，人性就是这样啊，你要理解人性的恶意啊。我知道你肯定舍不得给10万，对吧？我了解你的，你从小家里没有什么钱，你舍不得乱花，哪怕你手上有1亿2千万，你也舍不得，就好像你为了这些钱想杀我，这也是人性。我理解你，我包容你，我原谅你。我把西西从地上扯起，单手举到窗外。在这之前，我一边闲聊，一边已经捏碎了他双手手腕的骨头。现在的他只要接触不到玻璃，就和从前那个搬不动电脑主机的小女生一样羸弱。但你现在是不是也应该理解我呢？西西看了看天空，又看了看我，眼神里再次充满了戏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了什么，不就是那个抛弃你的臭女人，值得吗？我不置可否地看看天空。你是如何找到我的？或者还有什么遗言吗？等会我下去了，记得检查我的眼睛。他顿了顿，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补了一句：我妈的地址你是知道的，之前你给我寄过你老家的土特产，一切结束后，能不能给她买套大房子？我妈待我很不容易的。我轻轻地摇了摇头。不行。你一切结束后，我把你复活了，
咱们7-3分账，你自己给他买吧。你这个混蛋，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你的舍弃之物是什么？现在可以说了吧？你看我背后。西西看着我背后那轮升到中天的月亮，他没有再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我凝视着西西瞳孔中并不存在的那片黑色，缓缓松开了手。乖，做个好梦，待我向月亮问好。正如西西遗言所说，在他瞳孔浮现这行字之后，几乎就在我抬头看了一眼，夜空移开视线的瞬间，再低下头，尸体已经消失了。狩猎结束，我检查着身上的状态，虽然穿了3级甲，但脖梗和耳朵某些没有覆盖的部位还是挂了彩，火辣辣的疼。刚才一直在战斗，来不及顾上。但我此时自己检查时，却发现这些伤口全部都已经结了一层血痂，伤得浅的地方甚至已经开始愈合了。的确，就如同西西情报说的那样，舍弃之物会给予力量，我在月光下会得到某种强化。刚才情急之下，我下意识的纵身一跃，居然一口气跳上了2米多高的摩天轮顶部，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抚摸着从天幕垂下来的月光，陷入了思考：玻璃能化为利刃风暴，月光又能做什么呢？变身美少女战士吗？接下来我在月色下废弃公园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力量测试，反正花了钱收买了所有警卫，不用白不用。整个公园一时间尘烟四起，碎石遮天。2个小时后，大汗淋漓耗尽体力的我发现：1. 照射月光后个人能力值为普通成年人的8倍，如果火力全开能达到10倍左右，一拳把它持住，一脚踢爆铁棍不成问题。2. 舍弃之物触发后，双瞳会短暂有金色火焰，对眼睛负担较大，即便是在月光下，这种能量获取也是有半衰期的，相当于棒技能有 CD。3. 除了最基础的身体技能强化，似乎西西用的是更高阶的舍弃之物能力。这个能力怎么触发我试了半天没试出来，所以最大可能是必须在濒死或某种极端情况下才能觉醒。想到最开始被我狩猎的王阿姨，我不禁打了个冷战。要知道当时可是大白天，没有月光加持，如果当时不是一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那可能被反杀的就是我了。我一身疲惫的回到住处，看了一眼手机，有1条希儿的未接来电和3条未读微信。这次算你命大，下次就不一定那么简单了。有空的时候看看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的故事，对你后面的狩猎有帮助。我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这里视野很开阔，有山有树有断桥，不用担心我，好好处理北京的事情，就在这边等你。一切结束后，欠我的爬山的约定，你别想赖。看着微信，真不知道为什么陈希儿会对我这个情报了如指掌。难道他在我身上装了摄像头，亦或者他其实是背后的主谋？精疲力尽的我思考了一小会，就沉沉睡去。也不是已经第2天，我隐约听到有人敲我的铁门。小周啊，你醒了吗？缓缓走到铁门前，我透着猫眼看了看外面，不由得吞了口口水。虽然还没有动手，但我知道不是一个段位，我打不过他。郑渊就站在外面，他的瞳孔中一股宛如实质的金色烈焰正在缓缓燃烧。坐标虎坊桥清华池，已经冲完澡，毛巾都不裹，就这样全裸着走出来的郑渊背后，躲着还拿毛巾捂着私处在扭捏的我，他就这样迈着8字步，就这样大大咧咧的跨了进来。哟，郑爷，您来了，还是老样子。8两排皮儿，再来个牛肉片，要快汁的。郑渊老神在地摆摆手，不用，来谈到乡村点心，自来红、枣泥酥，再来壶清茶。和朋友谈事情呢，今儿不搓澡。去吧，单独聊会儿。安排完这些，郑渊回头看我，怎么，大老爷们没来过澡堂子？我如实回答，没来过北方澡堂子，大学里有，和这个不太一样。2个人一前一后进了热水池子，郑渊把整个人埋在水面下，只露出一张脸，舒服的打了个盹来聊会儿呗，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说一说。我点了点头，看了看肩膀上还没好的血痂，回忆起2个小时前的战斗。或者说那真的是本算战斗，因为全程就是没有月光加持的我，也全程被加持的郑渊，一个被阴里压在地上用力踢打。郑渊的舍弃之物青天白日下，随时能启动，如臂使指，而且他的强化值是高到卡不拢，打到我几乎意识模糊时，郑渊突然停手。服吗？哼，服了咱们换个地方聊聊吧，都出汗了，没法聊事儿。于是我就被带到了这个极反原意识的澡堂子。我把我知道的全部规则情报如同倒豆子一样全给郑渊讲了。郑渊沉吟片刻，我看法很简单，就是这场你刚才说的圣杯战争不会这么简单。哦，怎么说？你记得吧？圣杯战争是东牧市的地脉，每60年一次灵气爆发而引起的圣杯争夺战，但不管是变成红 A 的卫宫侍郎，还是多次被召唤的 Saber 亚瑟王，
好像没有通过获胜摆脱轮回的命运啊。虽然是竞争者，但是听到如此高浓度卧槽的台词从对方口中说出，我还是不由得脱口而出：咦，您难道也是高贵的二次元吗？嗨，你要是有机会当包租公就懂了，时间几乎无穷无尽，什么不都得看呀。郑渊整个人半躺在池子里，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你刚才谈到了，所有选中的人似乎是以你的关系网为圆心设计，这就说明背后有人在操盘，人员不是随机的。所以我不想收敛你，我想跟你合作，咱们一起把这个幕后黑手给揪出来，不然不管是我处理掉你，还是你处理掉我，我觉得最后也逃不掉。这游戏看起来是大逃杀，但你发现没有说不狩猎就会怎么样，大逃杀是有毒圈的，到时间内死人是要随机删除的，咱们这没有啊。事实上每个人拿着钱救活自己的也行啊，你们啊还是执念太重。我不置可否，但是不得不说，郑渊这席话的确有些打动我。正在考虑的时候，茶和茶点来了。我熟练地拿起茶壶，开始一边烫茶杯泡茶，一边不紧不慢地接着话：大哥瞧得上，自然是我的福气。这结盟的事好说，只是大哥，刚才您那几拳打我身上也太猛了，打得我头嗡嗡的。我这也不和您瞒着，我的舍弃之物啊。是月亮对吧？我顶弯一将，手上的茶壶一抖，金色的茶汤直接从杯子里溢了出来。郑渊似乎并不在意，漫不经心地伸出2只手指关节扣了扣桌面。想起来了，我当天半夜推演时，肚子饿叫了一只烤鸭，是他就是下午给我送外卖的那个竞争者。不知情的我还喊那个外卖小哥陪我到阳台一起测试月光。我一口干完，撒摸嘴，摇了摇头。怎么了？觉得哥不够仗义？喝茶不得劲，哥，今天反正高兴，要不来喝点。郑渊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行，来几瓶牛二，咱哥俩喝一个。几个小时前，我们俩还在拿着灭火器在走廊里互殴，而此时此刻，我们光着屁股搂抱，在澡堂子里举杯换盏，喝得人仰马翻。哈哈，正好想说，我跟你说，那个暖气费的事儿是这样，咱们这本来是单位集体供暖，免费的，结果有别的单位红眼病，把我们给举报了，但其实不交免没事。就你小子人心眼实，非得去把去年的交了，结果你看吧，每天来电话骚扰我了，非让我把之前的补了。你说你小子是不是就缺心眼？我也喝大了，在那指着天花板发誓。郑哥，你听我说，这是赖我，实不相瞒，小弟账上交完那暖气费就剩300，穷鬼一个。但咱们现在兄弟有钱了就得按有钱的来。哈哈，有钱你打算怎么着？我他妈明天就得把你家未来100年的暖气费都给交了，我他妈把未来100年的房租也给交了。嘿，你小子真他妈仗义！来，为了你的仗义，咱们必须得走一个。那必须走一个。1个小时后，郑渊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好像坐在火山口里。他想动，但身上被拇指粗的麻绳缠得跟阳澄湖的螃蟹似的，整个人动弹不得。别费劲了哥，我捆了半小时呢，老费劲了。我站在汗蒸房外面，门已经被我从外面彻底反锁。这次换我来给哥说明下情况哈。我那瓶酒是掺了水的，你那瓶才是酒。你喝大以后，我又给你灌了2斤多。酒精加速血液流动，在汗蒸房里高温烤了1个多钟头，你现在能醒过来，就已经是酒量挺不错了哥。我们广告公司经常有各个电视台的台长、各个公司的大老板来老板这喝茶，我呢在旁边泡茶倒茶，也跟着耳濡目染。喝茶有一种礼数，就是当别人给你倒茶时，为了表示敬意，用手指轻叩朱命几下，这是乾隆爷传下来的规矩。我当时倒茶倒洒了，你下意识地扣了扣桌面，因为你看不见茶，你只能凭我倒茶的动作估算什么时候到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看不出你的舍弃之物是什么。成年人中水分含量大约占体重的 70%，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发动，那是因为你基本上就是舍弃之物本身。你的舍弃之物是看不见世界上所有的水。郑渊叹了口气，哎，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有没有听进去一点半点啊？非得这样是吗？我正要转身走人，郑渊的一句话让我血液几乎凝固。那送外卖的没死，我们刚才聊天内容都发给他了，现在看时间，应该可能已经在去杭州的高铁上了。汗蒸房的温度开始上升，屋子里的石头都开始噼啪作响，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郑渊像一条鱼竿一样一点点干瘪下去，他满眼血丝地看着我，用最后一口气说道：赶紧去吧，说不定还能见你对象最后一面。去往杭州的高铁车厢里，我正在摩挲着手上的一条石头项链。希儿的电话没人接，微信也不回，他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我走之前唯一能做的就是查到了竞争者的身份，以及找朋友拿到了我要的东西。
就是我手里的这条项链，看起来非金非玉，十分古朴。如果不是我账户上一口气减少了几千万，我根本不会意识到这是多么珍贵的一条项链，因为它根本不是来自地球，而是来自天上。地球上的月岩总共有4个来源：一、阿波罗计划6次登月带来的2200份月岩样本，总重382千克；二、苏联月球计划3次任务，返回301克月岩样本；三、在地球上收集到的月球陨石共计190千克；四、还有就是2020年嫦娥5号带回的月壤，共计1731克。这其中，美国、苏联和咱们的月球标本都是国家的重要科研样本，没有官方正当用途，普通老百姓根本想都别想。但在海外的很多地下交易中，月球陨石依然是存在的，品相好的甚至价值连城。但只要你给的钱够多，就有办法。而现在我手中的正是我托国外哥们购买的一块月球陨石做成的项链。我抚摸着手上这块月亮的舍弃之物，心里百感交集。我舍弃了月亮，月亮又舍弃了你，不知道咱们凑一块，负负的正能不能有什么奇妙的化学？这玩意就像一块破石头一样，对我毫不来电。测试半天无果的我，不由得叹了口气。也不知道告诉我，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的神话是要干什么？这和我有关系吗？就在此时，我突然感觉到项链上像开了手机的手电筒一般，一道暖黄色的光从石头内部最深处像经络一样蔓延开来，无数古埃及楔形文字在石头上浮现，车厢内宛如白昼。我呆呆地望着它，用手指头去触碰了一下，一股强大的力量一下子灌入我的指尖，那种感觉就像是一把利剑反向刺穿了我的胳膊，顺着大动脉直抵心窝，舍弃之物瞬间点亮双瞳。同一时间，它也急速在光照之中变化伸长，凝固成型，一下子融掉了我座位的半截扶手。我看着手上此时浮现的这把凝光成束的奇怪光冰，不置可否的轻声问了一句：天丛云剑。片刻之后，我身上的能量被消耗殆尽，光冰又变回了普通项链的样子。或许因为不是晚上，也或许是因为我还不够熟练掌握，这次的启动时间只有1分钟不到，但我也不敢怠慢，赶紧把项链戴在脖子上。这可是大宝贝，救命的东西，白天都能发动能力，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只是我没想明白，为什么明明是月球来的陨石碎片，上面会有古埃及的文字？难道说金字塔真是月球文明建立的？那这场圣杯战争会不会是他们作为高等文明设下的局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月球陨石的触发语是古埃及的神话？这就能说通了。根据西西的描述，老胡的直接是 Berserker 狂战士，舍弃之物是语言能力，能通过他人说话来强化自身肉体。西西的直接是 Caster 魔法师，舍弃之物是玻璃，通过远程操控玻璃碎片来绞杀敌人。王阿姨的直接当然就是 Rider 骑兵，舍弃之物是汽车，可惜他还没来得及施展，就被我用计谋背刺了。郑渊的直接是 Lancer 枪兵，舍弃之物是水，能力全面，速度极快，发动如臂使指，但是过于自信，死在了自己的最熟悉和充满了热水的澡堂子里。目前圣杯战争进行到现在，剩下的就剩下我直接 Archer 工兵，陈希儿直接 Saber 剑士，还有躲在暗处的外卖小哥刘成直接 Assassin 暗杀者。但我手上也没有弓啊，为什么我会是工兵呢？想不明白，以为我是月之女祭司吗？要发射月神艾洛恩之箭，从中路河道射到上路外塔远程晕3秒吗？就在这时，一个陌生号码打过来，我接起来，听到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陈希儿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怎么样，解决了 Assassin 和 Lancer 吗？没有，忘跑了一个，外卖小哥来杭州找你了。没事，让他找，我已经离开住处3天了，现在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他那个能力虽然麻烦，找我也需要花点时间。陈希儿那边好像在推开窗户，我听到窗户打开的声响，然后是水的声音，很大面积的水，下面人声鼎沸，喧闹极了。我在这等着你来接我回家呢，别让我等太久。说完这几句不知所云的话，电话又挂断了。这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的确恼火。去个杭州救人，连人在哪都不知道，至少给我一点提示吧。我突然想起陈希儿之前的话，视野开阔，有山有树，能看到断桥，推门就是大片的水，楼下人声鼎沸。没有错，就是那里。陈希儿，
他现在就在雷峰塔上。西湖湖畔游人如织，一位清洁工大爷正在扫地，他注意到旁边的座椅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个脏兮兮的穿着外卖工装的小哥。清洁工大爷看着小哥丢了活似的，同为异乡沦落人，心生怜悯，放下扫帚，去隔壁小摊买了根10块钱的烤肠，走到小哥身前，笨拙地递了过去。来，小哥吃一口。小哥也不拒绝，接过烤肠，3口2口吃完，突然没来由的来了一句：“你认识陈希儿吗？”大爷也是一愣，陈希儿是谁？我不晓得，我就是扫地的。那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父母、你的孩子，有人认识陈希儿吗？他抬起头，头发散开，赤红双瞳宛如魔王降世。大爷这次没有说话，而是呆呆地看着对方的眼睛，随着小哥的手不知何时碰到他的肩膀，一股紫色的烟雾从他的眼底升起。我再想想，我再回去问问，他们也许知道，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必须知道。大爷踉踉跄跄地走着，像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一样，遇到一个人就用双手像铁钳一样搭在别人肩膀上问：“你认识陈希儿吗？你知道陈希儿在哪吗？”被问话的人先是错愕，随着老大爷的手指接触皮肤，紫色雾气从指尖蔓延到对方身上，他们也变得和大爷一样狂热起来。你认识陈希儿吗？你知道陈希儿在哪吗？你认识陈希儿吗？今天是个大晴天，不仅游客，许多附近的居民都聚集到湖畔散步观景，人群密度大得可怕，这无疑给传播带来了更大的便利。奇怪的呢喃在人群中以点带面，迅速扩散。不一会儿，整个西湖景区已经被这些丧尸一样的人群覆盖。更可怕的是，人群以景区为中心，挤上公交地铁，甚至有的就是一路跑着一路问，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整个城市扩散。陈希儿在哪呢？此时在雷峰塔塔顶的一个暗格房间里，陈希儿拿着一副高倍望远镜，正在窥看着下方的人间炼狱。这次的 Assassin 不得了啊，居然舍弃之物是罕见的对军之物，杭州城这下麻烦大了。不过不要紧，毕竟 Archer 的舍弃之物可是那个，从质量上来看，我们还有胜算。我男人呢，总不会这些杂鱼都顾不了吧？快来找我，快来救我啊！我要被坏人吃掉了。话音刚落，队伍撞门的声音从背后突然响起。陈希儿意犹未尽地放下望远镜，把桌子上的一个精巧小沙漏倒放过来。沙漏里的金色沙子在阳光的照射下耀目非常，时间设定是3分钟。他拿起小刀，直接划破手腕，鲜血顺着白皙的手腕滴落在地板上，疼疼疼！所以我最讨厌这个能力了。失血让他开始感到头晕，他熟练地躺在床上，换了个姿势，闭上眼，嘴里不满地嘀咕着：“可别让我等太久啊！”出租车上，司机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前方的路显然已经堵成了一锅粥。我伸出头望去，前方已经堵成长龙，所有司机都烦躁地按着喇叭。今天是有什么环城马拉松活动吗？师傅别生气别生气，去景点是这样的，我们打着表慢慢等，不差钱不差钱。我一边安抚着司机，一边思考着刘成现在是不是已经去了浙大。一想到陈希儿，我不由得苦笑起来。不行不行，我得装的不在意一些才是。就在我思考的间隙，没有注意到一个路人走到出租车旁，司机摇下车窗，2个人攀谈了几句什么。一声轻不可闻的锁车声音响起，我又探出头看了看情况，前面依然纹丝不动，交通没有任何舒缓的样子。师傅，要是实在不行，咱们把车费结一下，我下车自己走。司机沙哑的声音从前方响起。好啊，好啊，但你先告诉我，你知道不知道陈希儿在哪里？我眉头一皱，开始推门下车，发现车已经被锁了，打不开。司机猛地回头，他表情狰狞，像被什么附身了一般，2只手上缠绕着紫色的黏糊糊的东西，朝着我肩膀上摸来。我一个闪身躲开，但车后排本来空间狭小，司机第一次扑空以后，已经整个人都压了过来。我擦，没地方躲了。情急之下，我一把扯下项链，捏在手心。奥西里斯的天空龙，给爷看。我念着羞耻的口胡台词，疯狂吟唱。轰！在漫无边际的车流中，一辆出租车的车顶被整个掀翻炸开。我单手天从云跳上车架，一步一跳的快速在车顶之间穿梭起来。陈希儿，我来了。数不清的手在脚边伸长，试着抓我，的确有些恐怖。这流程的舍弃之物到底是啥？咋范围这么大？居然全程都被感染了。
一回头，不少身手敏捷的感染者已经攀上车流，朝我步步紧逼，前后夹击，入地无门，那只能上天了。我沉下心来，开始助跑，朝着眼前的深渊加速冲刺。跑到车流尽头，眼看就要跌入人海时，我把天丛云剑一头深深插入地面。光剑在我的全力催动下，迅速生长为3米左右的撑杆。我借着这股冲力纵身一跃，一口气飞入路旁一座摩天大楼的2层平台。我正在得意，突然看到楼道里的人也都转过头，痴痴地看着我，眼神可怖。跑，破窗，落地，翻滚，躲闪，剑来，撑杆，再破窗。费了一番功夫，终于赶到了雷峰塔下。你太慢了，快上来！陈希儿的声音响起。我欣喜若狂，这说明我还一路流星赶月还是有成效，比刘成早一步赶到这里。我一路爬上塔顶，推开暗格的门。我跟你说，外面不能站人了，全是感染者，这个流程很邪门，你快跟我走。陈希儿眼含泪光，像倦鸟归巢一般扑入我的怀中。如果不是有大大的欧派缓冲，我可能已经被撞到骨折。你怎么现在才来？下面都是那种不人不鬼的东西，我好害怕。我低头看了看他的小脑袋，没来由的笑了笑，又伸出手揉了揉他的头发。怪我，下次超级英雄一定来更快一点。你不在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噩梦。什么梦？梦见你死了，肚子里插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就像这样。陈希儿伸出手指，在我的肚子上比划位置，就从这里狠狠地插进去，肠子都流出来了，好漂亮的画面呢。我突然感觉不太对劲，一把推开怀中的陈希儿，但为时已晚，一把沾染紫色雾气的匕首已经插入了我的腹部。你是谁？我压着伤口，狠狠地说。他的身后，整座雷峰塔的墙壁开始氤氲，这里不是真的雷峰塔，这里是刘成设下的结界。最糟糕的是，腹部的伤口正在大量出血，我感觉到意识已经开始模糊，整个人都站不太稳了。虽然身体强化了，但是我的意志还是普通人的水平，剧痛之下根本没法催动天丛云剑。到此为止了吗？这样想着，我跌入无边无际的梦境里。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有人在耳畔小声唤我。终于来了，我可是等了你好久呢，你要怎么补偿我？周行。我睁开眼，看到又一个生龙活虎的陈希儿出现在我眼前，双手叉腰，嘟着嘴，气鼓鼓的，好像是在为我死晚了感到生气。我环顾四周，这里已经不是雷峰塔内，而是一个金灿灿的20米来开的小空间。空间的墙壁上金色的楔形文字正在流转，还有若隐若现的沙漏符号。去找哪个野女人去了？来这么晚，我的本体正在外面滴答滴答流血呢。要是时间太长，那就真死了。你。陈希儿正滔滔不绝地说着，感觉胸口一阵异样，低头发现一只熟练的咸猪手已经搭在他的欧派上了。阿妹，你是真的希儿？下一秒，正义铁拳就在我头上爆开，我捂着脑袋满地打滚，疼，这个力度，这个劲道，是真的希儿没错。什么时候了，还这么不正经？那人家刚在外面被假的陈希儿捅了个大窟窿，想验证一下吗？长话短说，刘成的舍弃之物是梦，这里外面是他的梦境空间，你可以称之为领域、结界、艾特利场或者尼泊龙根都行，反正这里是他的规则之地，我们出去就得按照这个空间的规则行事。尼泊龙根，我觉得这次就叫尼泊龙根比较酷。我想起外面丧尸一样追杀我的人群若有所思，难怪他们身上有那种紫色的雾气一样的东西，原来是噩梦吗？对，但我不建议你拿着月光宝具出去开无双，外面都是普通人，一切结束后，我可不想和你一起以通缉犯的身份亡命天涯。希儿挥了挥手，打开一部分尼泊龙根，从金色光晕消散的地方露出一个1人宽的小口，外面我一眼就看出是一片雾霾笼罩的北京城。游戏规则是这样，噩梦中藏有一把钥匙，找到附身者，拿到钥匙就能进入下一层梦境，4钥匙找到，尼泊龙根不攻自破，我们要刺破他噩梦的根源。我看了看眼前这个神采奕奕的前女友，一时间不由得有些心神不宁，一边朝外走一边口胡。你看，我们这次结束都有钱了，去日本我也不用洗盘子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赢了再谈复合的事？希儿微言浅笑，一脚踢在我屁股上。那就是有的谈喽。谈你个大头鬼！刚一出去，我和希儿的目光就盯上了路边的4个大学生。我去教学楼查查他们的资料，你在这盯着他们。陈希儿说完便兵分两路，
我猫着腰跟在他们身后，看着他们进了后面国防生宿舍楼。刚跟到602宿舍门口，就看到胖子和瘦子一人一个桶正吐得稀里哗啦。刘成和另一个没喝酒的哥们正在烧热水照顾他俩，其中一人似乎为了缓解尴尬，过了几秒钟说了句：“我出去抽根烟透透气。”好机会！就在那人走出宿舍，来到楼梯拐角的瞬间，我一记手刀把他打昏过去，拖到角落里翻找起来。这时希儿的电话突然响起：“周行，我查到刘成的资料了。”没事，我这边也差不多快完事了。一个人影不知何时已经落在我背后，我回过头，看到那个沉默寡言的少年正在我身后不到1米的地方。胖子和瘦子以一种奇怪的不自然姿势跟在他身后，宛如丧尸。他的双手此时正沾染着那种令我熟悉的紫色雾气。我下意识地往腰间一摸，并没有摸到我的天丛云。这下糟了！你不该来这。学生时代的刘成说：“我也不想来的。这样吧，我们各让一步，我这就回去，咱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如何？”你当我3岁小孩，知道我的秘密，不可能让你再活下去。陈希儿，你在哪呀？陈希儿是谁？你还有同伴？刘成恶狠狠地左顾右盼，显然他只是梦魇附体的一段噩梦记忆，和现在外面的刘成并不共享记忆。陈希儿，快来啊！我要死了！我开始放声大喊大叫，一时间整栋男生宿舍的学生都推开门来走廊看怎么回事。操，谁家的狗喝多了，马尿没拴好啊？电话终于又响了。喂喂，还活着吗？目前活着，国防生楼，过几秒钟就不一定了。有什么办法召唤天丛云？快！别急，我也在往你那赶了。这里是尼伯龙根，一切现实都是按照你的信念运转，你相信什么，什么就会变成现实。冲到1楼，果然淌着口水的宿管阿姨已经把门刚刚锁好，回头狞笑着朝我逼近。相信什么就会有什么，是吗？我气韵丹田，面对着已经走到眼前的疯狂人群，大吼一声：“借来！”少年刘成显然也感觉到有异样，示意所有人停下脚步，他自己也闪身蹲下。阿磊，不是吧？什么都没发生。我环归四周，发现好像我召唤了个寂寞。你唬我啊！刘成起身又朝我迫近，我还在死马当活马医。天从云飞来，比黄昏还要昏暗者，比血液还要鲜红者 ，Expecto Patronum， 呼神护卫。出来吧，奥西里斯的天空龙！就在我念完奥西里斯的真名的同时，所有人都听到什么东西穿云破月，以极快的速度从远方赶来的声响。就在众人诧异的瞬间里，轰！天从云以霸道无匹的姿态，把宿舍玻璃门给撞了个粉碎，悬停在我的面前。我一把拿过，擦了擦脸上的玻璃碴子。少年刘成哪管这些，他一个人走向前来，黑色的雾气凝聚成16把漆黑如墨的匕首。他随手拿过其中2把，其余14把在空气里隐去，就朝着我低头俯冲过来。此时的他就像卡住的视频画面一样，一动不动。徐婷，我一瞬间看明白了这个能力的来路，而且是能分低我的高阶石庭，因为此时虽然所有东西都静止了，但我依然可以正常活动。早跟你说了，等我，猴急个啥？陈希儿终于紧赶慢赶还是赶上了。娘子救驾及时，快给我削他！削你个头削！我没有伤害技能的，削他还得靠你。话说，你怎么打得这么狼狈？陈希儿的手指轻轻在我身上划过，金色的时间铭文在我周遭亮起，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倒退会受伤前的样子。我只有1把剑啊，人家16把匕首，我怎么打？陈希儿瞪大眼睛，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谁跟你说你只有1把剑了？我一瞬间仿佛明白了什么。对啊，我的直界是 Archer 啊。奥西里斯，奥西里斯，奥西里斯，奥西里斯。天之锁，迪兰达尔，赫格尼之剑，古拉姆大剑，因陀罗雷剑，赫帕尔，倚天，屠龙，方天画戟。背后的空气中，一把把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绝世名剑依次浮现，剑锋朝外，直至敌手。自古工兵皆挂逼 ，Fate 诚不欺我也。但不得不说，这招的确也得配合希尔的石庭才好用，不然正常对战，谁给你机会这么长时间的吟唱？动手！伴随着希尔的一声轻喝，王之宝藏全数出击。别说少年刘成了，没有人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眼前的宿舍楼直接原地化为废墟。一把悬浮的黑色匕首，显然就是少年刘成留在世上的最后东西，也就是我们要找的钥匙。
牵着希儿冰冰凉凉的小手，踏入下层梦境，我们直接来到了我最熟悉的大望路十字路口。根据梦境资料，外卖员刘成是在半年前遇到了这场车祸，一辆酒驾的小轿车撞倒了他，他被送进医院前，车主就逃逸了。因为欠债的关系，他不敢久住，只是缝合了伤口就悄悄离开了。我和希儿躲在路口暗处，等待着外卖员刘成出现。刘成的舍弃之物被破除后，他的能力也就自然消散了。希儿微微靠着路灯灯杆，姣好的身材在灯光下一览无余，看得我一阵脸红。希儿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你看你，跟个狼人似的，一到月圆之夜就嘴上没个把门。月圆之夜，我猛地抬头，看到天穹之上，那熟悉的空白又再次浮现。一时间，所有线索碎片在我脑海里串接，我一下子全都想明白了。希儿，你快查一查，在半年前大望路附近3公里为圆心电瓶车能开到的地方，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命案？希儿赶紧拿出手机查了查资料。半年前附近有个小区遭遇入室抢劫，夫妻2人遇害，家里财物被洗劫一空，唯一奇怪是监控并未拍到任何可疑人物，劫匪至今仍在追查中。我眼睛一亮，就在那里。正在此时，小区深处的一栋居民楼里正传出轻微的求救声。穿着外卖员工装的刘成一手一个，正在月光照耀的阳台下举着2位无辜的普通人。不痛苦的，很快就没事了。这是月亮要我做的，把你们献给月亮。就在这时，一道天从云划破天穹，把刘成整个人死死地钉在了地上。别装了，你穿帮了。你什么意思？你想把自己在梦境中伪造成一个被家暴迫害的受害可怜人，这样只要我们继续按照你写好的剧本，在那个十字路口等待那场并不存在的车祸，你悄悄在这完成现实时间线的那场杀戮。梦境与现实时间线叠，符否被闭环，我们就永远被困在你的梦境里出不去了。刘成平静地看着我，仿佛一个死人在听牧师念悼词。再见了。随着天从云的暴涨，最后一个梦魇之主被我们成功击杀，一条通往现实世界的甬道从阳台上打开，走回到现实空间。我本以为会是阳光明媚的样子，但抬起头，紫色雾霾一般的梦魇依然笼罩着杭州城。希儿，这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体内的负面情绪太多，滋养着他的舍弃之物，目前剩下的梦魇之力远比想象中要强。如果这样下去，全城的人都会被他困死在梦境里。那怎么办？我们还有办法吗？有是有，只是什么？只是要这样。话毕，希儿蓦然之间高高举起双手，开始吟唱。随着他的吟唱，金色的光芒如同穿越了乌云的月亮，开始驱散笼罩整个杭州城的黑暗。希儿轻轻朝空中一跃，如羽毛般向上飘去，然后整个人悬浮在雷峰塔上空。他的双足下面是翻滚的梦魇之物，他就这样静静地飞到了一个无人可以触及的高度。一时间，所有杭州城的人们，无论是已经变成行尸走肉的，还是依然躲在天台或是暗处清醒的，他们都抬起头，远远地看着这个闪闪发光的小姑娘。随着时光之力的照耀，紫色的雾气从他们眼里褪去，双目清明，恢复到正常的样子。如今他们可是真真切切地看清楚了她的模样。但希儿不能动弹，她的时间之力的能量已经用尽，她不知道自己能在城市上空坚持多久。希儿，我在这，你下来。我一路狂奔，朝着希儿的下方跑去。我终于明白了希儿说的一切结束是什么意思。她什么都知道，包括这个结局，她什么都知道。她的舍弃之物是时间啊，她知道，但她还是选择了这个命运。对不起，可能爬山的事情我们要再找来生约了。我明白了。希儿问：你明白什么了？我明白你是爱我的了，我不该任性不去日本，我错了，都是我的问题，我一直是个自私的胆小鬼，我不敢面对自己，我现在后悔了，你不要走。希儿嫣然一笑，她轻轻而又吐字清晰地说：我在时间的每一个出口等你。能令她悬浮在空中的光盾已被时光乱流吞噬，希儿缓缓向下坠落，
像一片羽毛孤寂而悠然地飘入翻滚汹涌的时间洪流里，然后被彻底淹没，随即破碎消失。西安，时间回到半个月前，第一次遇见月球人，我记得那是个月圆之夜。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我例行去西湖边散心，却意外看到了奇怪造型的飞行器从天而降。作为生物学博士，我倒是挺能适应世界上有外星人的设定，但当我看到他们的样子时，我还是稍稍吃了一惊，因为那基本上就是地球人的外貌，除了幽蓝色的瞳孔、五官、四肢、个头，包括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很正常，我们是曾经的地球人，在古埃及一带生活，后面因为某些原因，我们搬去了月亮。比如我就是一个标准的地球通，在我们那边，我这种一口地道地球语的男生，就像你们这一口流利英式英语的地球人一样吃香。和我对接的这个月球人显然很适合做这个对接工作，因为用地球的标准来看，他基本上就是个话痨。虽然第一次听可能有些惊讶，但你冷静下来仔细想想，是不是很棒？在浩瀚无边的宇宙里，数百位船长带领的几百艘星际飞船，载着人类和月球人共同的希望，朝着充满未知数。没有贬低你们的意思，但根据我们漫长年月的观察，地球人真的太爱内斗了。我们要杜绝这样软弱心智的船长，带领我们驶向毁灭。所以我们在地球上各地大规模的开展名为圣杯战争的甄选，我们需要选出心智强大的、意志坚定的船长，他在最绝望的孤独里，也要永远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抬起头，没事没事，和你没关系。不过说到人选，我倒是有个不错的人选推荐给你，他是我见过意志最坚定的男人。就这样，我把我的前男友拉进了圣杯战争的漩涡，而我自己被赋予的能力，则是时间回溯。在无数次时间旅行后，我总结了下面这几条规律：一、旅行只能前往过去；二、传送对象要回到精确的出发时间和地点；三、把过去的对象传送回现在是不可能的；四、过去的行为不能改变现在。我去看过历史长河的每一个瞬间，这是非常美妙的体验。如果你和我一样有机会骑在梁龙的脖子上看苍龙跃出海面，或是在中世纪的巴黎和陌生的绅士同桌喝一杯红茶，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当我第一次知道在这场圣杯战争中最后我会因为救男友死掉时，我是非常抗拒的。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我甚至用时间回溯的能力回到3天前，企图逃避死亡。但我很快想明白了，这就是时间回溯的弊端，就好像是把一个额外的客人放进一个有无穷多房间的旅馆。我是时间旅馆里多出来的那个人，而世界这座房东要把我想方设法赶出这座旅馆。我在借来的时间里活着，也许我们都是，但区别是我知道何时何地我的债务会到期。只要我停止向前穿越时间，圣杯战争继续，我就会死，这是一定的，是命运标好的代价。有时候周行拉胯的时候会直接在北京被干掉。一个操控玻璃的他的美女同事和他的房东来杭州打决赛，我会想办法和 Lancer 联盟把那个小贱人灭掉，然后再回溯时间。更多时候是房东或周行来杭州，但我和周行联手都打不过他。最夸张一次，他把整个西湖搬起来砸我们2个，我是在被巨浪淹没前一刻打了响指，他逃脱。我有个随身的笔记本，记录着圣杯战争轮回的次数，一共是425次。400多次的轮回里，我只见过一次王阿姨，她是个操控汽车的女强人，还挺好相处的。我曾经和她一起时，停后操控满大街的汽车，把欺负我家周行的 Lancer 砸成了肉饼。我在无数次的回荡里，企图找到一个我和周行都能活到最后的结局。但无论我怎努力，最后我都会死。一切都太晚了，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未来。无论我做什么事都没有区别，在结局注定的前提下，我在过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不同的故事剧情推向统一的终点。所以我这次准备面对那个命运，那个本来属于我的既定命运。在浩瀚的宇宙中，在无限的时间里，如果我不存在了，至少我希望
都行，能够活下去。当我再次从深深的梦境里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休眠舱里，这里就像是 EVA 里的战斗舱一样，明明四周灌满了蓝色的液体，我却依然能在水下呼吸，就像我和我的祖先一样，来自海里一般。周行船长已苏醒，是否接管所有驾驶数据，启动船长管理模式？我熟练地点了确定，一大串数据流像百川归海一样汇入我的脑海。从休眠舱中出来，一个矮胖的机器人，像跑堂的伙计一般，朝着我屁颠移来。笨重的履带在金属地面上发出稍微刺耳的声响，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催的设计师的恶趣味，可能是考虑到这艘船的2位船长都是中国人。机器人移动的时候，永恒循环着北京欢迎你的 BGM。 吃了吗您呢，船长？是老规矩来一份瑞克雨墨的限量版川香酱炸鸡，还是来一份10成熟不要配菜的豪客来黑椒汁菲力牛排？这口流利的京腔普通话就是设计师的第2个恶趣味。我没什么胃口，便示意让机器人小管家给我来了一杯纯地球酿造的冰镇可乐，一口入喉，就像那个没有空调的大望路幸福里小区803的下午，一切都回来了。而睁开眼，窗外是永夜一般浩瀚的宇宙，没有地球，也没有月亮，只有遥远的行星光点，就像我小时候仰望星空的画面一样。这是我们离开地球的第3个100年了。飞船的一切数据良好，在航道上也没有发现任何外星生物的袭击，唯一几次意外也只是系统动力方面的故障。这一趟星际之旅显得异常空虚和漫长。我现在开始理解为什么月球人需要挑选船长。如果任由普通人在这样漫长的星际旅行中正常生活，这种仿佛时间静止一般的牢狱生活能把人逼疯，船员很快就会陷入自相残杀的混乱之中。回头望去，休眠舱尽头是我这艘船荷载的100万地球人休眠舱，他们将在我们抵达新的家园前一直保持这种沉睡的状态。从我这个角度远远望去，像是耶路撒冷的白色墓地。正想着，脑电波传输到中央，系统恰如其分地播放起辛德勒名单中的 Jerusalem of Gold。 真好听，但是这样直接读取脑波是不是太那啥了？万一我在想小电影呢？赞叹系统的人性化之余，我不由分说地开始突然思念地球，想念穿着短袖 T 恤走在大马路上，暑气蒸腾，天空如镜，我牵着一个叫陈希儿的姑娘的手，在路上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她说啊，你慢点，你慢点，你今天是怎么了？中彩票了，这么高兴？我说没有，每天看到你就很高兴啊，只是我平时都装着很冷静，我怕你觉得我见到你就高兴，显得没见过世面，其实这才是老夫的完全体形态。然而一回首，不知不觉间300年已经过去了。我走到船长休眠舱区域，不由分说地开启了副船长休眠舱的生命维持系统。警告，休眠期未到，不能开启休眠舱。警告。我漫不经心地回应着。别着急，我不打开，你给我把休眠舱的冻结物击散了，我想看看副船长是否安好。船长，规矩您是知道的，100年换班一次，执勤期间船长和副船长永远不得见面，这是这300年您第337825次探视副船长。我们的休眠舱系统非常稳定，还请您放心。嘿，你一个破系统跟我来劲是吧？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眼见为实，对吧？这些您已经说过太多次了，不必解释。这就给您显示。雾气散开，我像凝视宇宙的尽头一般，凝视那张熟睡的脸。瞧瞧这蠢货的傻样，睡得跟头小猪一样。眼泪无声无息地落在休眠舱上，就像数万光年之外，亮如白昼的流星雨正像口容漠视一般，落在已经被我们遗弃的地球上。在一切结束后，我见到了幕后的对接人，也就是操控一切的月球人。他恭喜我通关，成为船长，但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作为胜利者，我们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不论你是要花不完的金钱，还是数不尽的美女，还是成为地球的主宰，我们都能帮你实现。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瞬间。对接的月球人显然是个话痨，他似乎在来地球的途中开了很长时间的长途飞碟，此时憋坏了，对着我滔滔不绝，口沫飞溅。我抬起头，能让死者复生吗？月球人显然没想到船长会提这么没品的要求，他摇了摇头。很抱歉，死者复生违反时空法则第4条，我们的技术还实现不了。那么，你们能让时间倒流，回到3天前吗？我想了想说道，这理论上当然可以，但是一切又要重来，你有可能会死，这一切值得吗？我点点头，值得。既然下定决心，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规则还是一样，祝你一切顺利。这是他让我转交你的一封信，请收好。月球人还挺可爱，站直了身子，给我敬了个礼。在我穿过时间甬道消失在空气里之后，他用微不可察的声音自言自语道：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有男人味的船长了。我一屁股跌落到那间已经14天没有打扫塞满外卖盒的出租屋的床上，摊开捏在手心里的那封陈希儿的信，那是一封打乱了章节的里尔克的诗。天花板上若隐若现地悬浮着这样一行字：放弃选项随机，余生看不见月亮，初始金额固定6000万人民币 ，Yes or No。 我打开手机，点开陈希儿的头像，想了一小会，最后还是选择发了一行小字：我爱你。我推开门，一拳打碎消防栓，掏出里面的灭火器。那个死宅已经死了啊！现在你们要面对的可是月球战舰的船长周行。我一脚踹开隔壁王阿姨的房门，她拿着手机正在和老公一起欢呼庆祝，此时一脸错愕地看着我。我左手微屈，右手拿灭火器，在手背上比了个美少女战士的经典姿势。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Let it come correct. Bring the beat back.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Let it come correct. Bring the beat back.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Let it come correct. Bring the beat back.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我的楼上有个熊孩子，一天到晚都在打篮球，我实在受不了了，就找上门去，却发现他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他爸的头。我参加了一个试炼闯关节目，完成所有试炼就能让节目组帮忙实现一个愿望。我们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小区，我来到了安排的房间，里面的设施很是简陋。房间的墙上有张写着规则的字条：一、必须2个人一间房； 2、每个人要找到1块肉； 3、2人组队守夜巡楼1次； 4、去楼上邻居家做客1晚； 5、把楼上熊孩子的球藏起来； 6、给女邻居挑选出她最爱的衣服； 7、找到楼长。我打开了房门，楼道的灯光很是昏暗，只见一个老头手里提着一大串钥匙缓缓走来。所有住户出来选择室友。老头话音一落，房门一扇扇的被打开。所有房间只能是2个人，要是多一个或者少一个的话，嘿嘿。大家静默了几秒，然后开始选择室友。我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挺可爱的女孩子，她可能是见我长得很帅吧，微笑着点头答应了。好了，选择完毕，都回到自己房间。
晚上任何人不能开门。我和室友回到了房间，他的名字叫小小。我们聊了一会，就各自回到了卧室。这种陌生的环境和紧张的氛围根本没有睡意。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怪异的响声，我来到了门口，小心翼翼地朝猫眼看去，看到一个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人。此时她正趴在对面的门上，看向猫眼里，鼻子还在不停地嗅着什么。突然，她转过身向我的房门走了过来，我被吓得后退了好几步，紧紧捂着嘴巴，不敢发出丝毫声音。过了一会，门外传来远去的脚步声，我始终不敢动，怕门外的怪物再杀个回马枪。救命啊！这是什么东西？开门啊！快开门啊！门外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我不敢再靠过去，怕被察觉到。大锤，发生什么事了？外面的惨叫声好吓人啊！我也不太清楚，等到明天早上应该就知道了吧。第二天一早，所有住户都在找昨天惨叫声的来源处，在3015号房间发现了3具尸体，一个个双眼瞪得很大，好像生前经历了很恐怖的事情。胆子小的已经开始在小声的哭起来。这也太可怕了，我不要完成心愿了，我要回家。我也不要心愿了，我要回家。一旦接受试炼就不能退出，不然下场跟他们一样。他们没有遵守规则，昨天晚上3个人住在一起。接下来你们可要乖乖听话，不然的话，嘿嘿，中午食堂的肉不够了，你们要找到肉，11点我准时来拿。我看了下墙上的钟，现在已经9点了，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回到房间发现已经有早饭送过来，吃完早餐我们一刻也不敢耽误，急忙出门开始找肉。我们这层楼并没有住满，我们挨着在空房间仔仔细细的寻宝，连续找了几个房间，终于在沙发下发现了一块肉。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我手里的肉就被人抢走了。谢谢你这么辛苦给我找的肉，我先走了，你再接再厉哟。我看着他这体格，估计几个我这样的都不够他打，只能强压住心头的怒火。看了一眼时间，还有1个小时，我加快速度开始找起来。接连找了几个房间都没有，我心里是越来越心慌。眼看着时间到了，我还是没有找到肉。我已经看到老头的身影了，他站在房间门口，挨个收走肉块。一个没有找到肉块的女孩子颤抖着说：我没找到，我到处都找了，真的没有。老头瞬间变了一张脸，嘴角流着哈喇子，一脸温和地看着这个女孩。下一秒，他一口咬在女孩子的头上，只见她全身的血肉瞬间就被吸走了一样，只剩下一具骷髅。看见这一幕的全部人都吓得魂不附体，想要大声尖叫，又怕也被老头一口吞了，只能死死地捂住嘴巴。又连续吞了2个人，老头一脸温和地朝我走了过来。你找的肉呢？我颤抖着拿出找到的肉递给他。大家看着我递过去的手臂，倒吸了一口凉气。老头也是愣了几秒钟。这是你找的肉？我看到没找到肉的人悲惨的下场，我实在没有办法，就回到了3015房间。这条手臂就是来自3具尸体的其中之一。我看规则上面并没有说是什么肉，所以我就……嘿嘿，人肉当然也是肉了。其他住户都惊恐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什么洪水猛兽一般。小小也是被吓得脸色苍白，此时应该是很后悔和我住一屋了。所有人都集合过来，今天晚上的巡逻规则要将上下2层楼检查一遍，要是发现没有回家的邻居，要送他回家。如果发现没有穿鞋的邻居，找到带6的房间藏起来。如果碰到你好心的邻居给你送糖果，一定要记得只能吃带哭脸的。以上的情况是你们可能会碰到的，也有可能什么都碰不到，就看你们的运气了。嘿嘿嘿，今天晚上轮到你们2个巡楼，10点钟准时开始，早上6点结束。我若有所思地看着这2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抢走我肉块的人。我和小小回到了房间，看着小小一脸害怕又紧张的样子，我叹息一声。我不是什么变态，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他并没有回应我，看来是对我有心理阴影了。我无奈地回到了房间，也不知道今晚他们2个能不能活着回来。
半夜睡梦中的我突然被门外的惨叫声惊醒，看来那2个人应该是凶多吉少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在楼道里发现了2具无头尸体。通过穿着和身形来看，正是昨天晚上巡楼的那2个男人。老头推着一个推车，一手一个将尸体扔上去。他转头看向了我，今晚就是你们巡楼了，嘿嘿。小小害怕的哭出了声音，我也忍不住一阵心慌。无头死尸的惨状还历历在目，今晚我们面临的又是什么呢？我仔细回顾老头交代规则时候说的每一句话，牢牢死记在脑海里。小小失魂落魄的盯着墙上的钟发呆。我不是什么圣母，不会一直劝导他，经历了这几次也该醒悟了。巡楼的时间到了，我打开了房门。昏暗的楼道里寂静的令人恐惧。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整个楼道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在回荡。我是打起了12分精神，随时都有可能会碰到恐怖的存在。当走到3015门口的时候，我发现房门此时是开着的，里面漆黑一片，里面的尸体也不知道还在不在。突然一股阴冷的风吹了过来，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房间里传来一道尖锐的声音，进来啊，这里有能出去的路。我定了定神，走到门边，迅速一脚把房门关起来。走吧，他出不来的。大锤哥，你怎么知道他不能出来啊？他要是能出来，就不会引诱我们进去了。大锤哥哥，你好厉害呀！这层楼除了3015房间，再没有遇到其他诡异事件，就把这层楼巡视完了。我看向通往楼上的阶梯，上面是黑压压的，楼道的灯好像坏了，没有任何光亮。我拿出了手机，打开了手电筒。这个地方手机没有任何信号，还好电量是充足的。楼上的布局和我们住的那一层是一样的，暗黄色的灯光，长长的走廊也是寂静的可怕。小小害怕的拉着我的手，哆哆嗦嗦的跟着我挪动。每间屋子的房门都紧闭着，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住着人。我们走了1/3的时候，还是很平静，小小也慢慢的松懈了下来。看来我们运气很好，碰不到什么。但愿如此吧。我话音刚落，突然发现前面站着一个人，他低垂着头，看不清样貌。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是一无所觉。那个人站立的位置在走廊中间，我们要完成巡逻的任务，就必须经过那里。我看了看他脚下是穿了鞋子的，也就是说他是没有回家的邻居，现在就是要送他回家。你好，我们是你楼下的邻居，今天负责巡楼，我们送你回家吧。我的眼睛不见了，我要找到眼睛才回家。我看到他这恐怖的样子，也是被吓了一跳。小小更是被吓得全身都在哆嗦。现在天太黑了，我明天再帮你找眼睛好不好？他没有回答我，站在那里还是一动不动的。突然，我们身后传来了脚步声，只见一个手里拿着盒子的人正一脸微笑的朝我们走来。快跑！我一手拉着小小，一手拉着找眼睛的邻居，迅速往前面跑去。那个拿盒子的东西没穿鞋子，按照规则，我们现在要找一个带6的房间躲进去。第一个任务送忘了回家的邻居还没完成，只能拉着一起跑，躲过去了再送他回家。后面那个人追上来了，奔跑的速度极快，几乎是眨眼间就来到我们身后了。就在这时，我突然抽出一只手，把他手里的盒子抢了过来。后面的鬼东西一下愣在了原地，可能是没想到有人敢从他手里抢东西。他发出尖利的叫声，朝我们飞奔过来。眼看着就要被追上的时候，终于看到了4006号房。我拽着他俩一起跑进了屋，迅速地关上了房门。门外的东西不甘心地在嘶吼，用力地撞击着房门。我是紧张到了极点，很是担心这扇门挡不住他。突然，我身边没有眼珠的邻居冷哼一声，门外的动静立即就消失了。看来这没眼睛的邻居很不简单啊。这个房间的墙壁都是黑色的，只有一个红色的餐桌和沙发，别的没有什么家具。客厅中央有一口朱红色的大棺材。没有眼睛的邻居配上这阴森的房间，真是令我不寒而栗。
我想起了手中的盒子，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放着一双眼睛。这个是不是你的眼睛？他呆立了几秒钟，伸手接了过去。他当着我们的面把眼珠放进眼眶里，眼眶瞬间就不流血了。找到眼睛的邻居盯着我看了一会，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糖果递给我。我回想老头说的只可以吃带着哭脸的糖果，一时间不敢伸手接。他一直伸着手，大有我不收下就不会收回手的意思。我只好无奈地接了过来，但我不敢吃，试探性地放到了口袋里。他见我放进口袋里，并没有表现出非要我吃的意思，我略微松了口气。你的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家吧。家，这里就是我的家。听完他的话，我也是一愣。这次运气也太好了吧，2个任务都完成了。如果刚刚跑的时候没有送他回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且我们又是躲在他的家里，感觉到他是可以沟通的。现在送邻居回家的任务完成了，碰到没穿鞋的也躲起来了。我实在没有勇气再跑出去。我们可以在你这里借宿一晚吗？我们保证不会打扰你，6点就走。他没有回答我，只是点了下头，然后打开红色的棺材，睡了进去。我走到棺材旁，轻声说了一句：“我们走了，谢谢你昨晚的收留。”棺材里没有动静。我和小小走出了他家，可当我们走出门口时，却愣住了。只见我们出来的房间号并不是4006，而是4009。只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明明就是4006啊。还有这个邻居的眼睛为什么在没穿鞋的东西手里？感觉这层楼的邻居都不是正常人类啊。我和小小下楼后，发现所有住户都站在门口，看见我们平安归来，他们一个个都很是激动，估计他们也是看到了希望吧。你们昨晚是送的哪一个邻居回家？4009号房的。有没有碰到没穿鞋的？碰到了，我们躲进了4009的房间，才逃过一劫。听完我说的话，老头直勾勾地看着我。嘿嘿嘿。我和小小回到了房间，昨晚一夜没睡，此时困得也是不行。一觉醒来已经是第2天了，我没想到我这么能睡，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了，自从来到这里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我来到了走廊，只见昨晚巡逻的安然回来了，听着他们说昨晚什么都没碰到，很安静，给了接下来的人很大的信心。接下来的几次巡夜，有一组人也是无头而亡，其他的则是送了邻居回家，有惊无险的逃过一劫。今晚你们所有人都要去楼上邻居家做客一晚上。规则1，不可以让邻居赶出来，被赶出门的人，嘿嘿嘿。规则2，必须将邻居给的食物都吃干净，不可以剩下。邻居喜欢有故事的人，要是能让你们邻居开心的人会得到礼品，要是让邻居生气了，那你们可就会成为邻居的礼品。晚上10点准时上去找到你们的邻居吧。晚上，我带着小小来到了4009号房，我礼貌地敲了敲房门。你好，我们可以来你家做客一晚吗？他沉默着没有作声，点了点头。太好了，今晚的首要任务算是没有问题了。邻居站在棺材那里，伸手到棺材里面掏着什么，他从棺材里掏出来一块不明的肉。想到老头说的要把邻居送来的饭菜都吃干净，我和小小都忍不住一阵恶寒。那个，你家里有火吗？我来做吧。他顿了一下，朝厨房指了指，把手里的东西交给了我。我来到了厨房，开始忙活起来。没过多久我就做好了，邻居并没有过来吃，只是安静地看着我和小小吃完。幸好我先发制人，那块肉我就切了一点，不然怎么敢都吃下去。不过这个肉吃起来也和猪肉差不多。老头说邻居喜欢有故事的人，我有些犯难，我只擅长讲鬼故事，万一吓到了他，把我们赶了出去，那可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算了，不要什么礼物了，能安稳在这度过这一晚才是最重要的。邻居又开始在棺材那里掏着什么东西，掏了半天，他拿出了一个笑脸娃娃递给了我。我接了过来，跟他道谢过后，当着他的面郑重地
把娃娃放进怀里。房间里面有床可以睡觉。然后他又打开了棺材睡了进去。这一觉睡得很舒服，虽然旁边住了一个很诡异的邻居，但是接触的这几次下来，发现他还是有点人情味的。我们回到了楼下，大家都聚在一起，叽叽喳喳的相互讨论着。有的说自己的邻居很好，做的东西很好吃；有的说得到了邻居送的礼物，还有一些没有出现的，应该是被当成了邻居的礼物了吧。休息了2天，老头在房间的墙上贴上了新的规则：熊孩子到处打球，影响了邻居的休息，所以你们要把球藏起来。熊孩子的球很多，最喜欢打的只有一个，你们要找到那个藏起来。如果找错了，熊孩子的爸爸就会立马出现，那么你们很可能永远的留在那个房间。藏球不可以离开那层楼，切记不可以藏到邻居家里。藏球的时候是很安全的，只有熊孩子自己承认输了，你们才能过关。如果被熊孩子找到藏起来的球，你们所有人都得死。我来到了走廊，大家都在问谁在借宿邻居家的时候住到过有孩子的人家没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仔细回想着，确定都没有住到过有孩子的人家，竟然是没有出现过的邻居。晚上我们聚集在楼上，用排除法将我们去过的邻居家排除掉，但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敲门，万一开门的是没穿鞋子那种，那就完了。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响起了打篮球的声音。循着声音找过去，是4017号房间。我轻轻地敲了敲房门，开门的是一个看起来很怪异的女人，手臂特别的细，像蛇一样，眼睛上面蒙着一条红色的丝巾。你好，我们是新来的邻居，今天特意来拜访你们。进来吧。我们几个进来后，房门啪的一声关上了。打篮球的声音再次响起，声音是从卧室传来的。目标已经出现了，现在要做到怎么拖住女主人，然后进入到房间内。女主人虽然看起来很恐怖，但还比较贴心的要给我们泡茶喝。我伸手抓了抓小小的手指，朝她递个眼神，她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大姐，我来帮你吧。打扰到你，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趁着他们去了厨房，我迅速跑到卧室那里，轻轻推开了房门。你是谁？想要干什么？我是楼下的邻居，今天来你家做客。这是我的房间，你给我出去。听说你是坤坤的粉丝，我也是爱坤人士呢。熊孩子听我这样一说，对我笑了笑，就没做声了。情况紧急，一刻也不敢耽误，立马在房间找起来。当我打开衣柜的瞬间，我被吓了一跳。衣柜里面全是人的脑袋，全部都眼睛瞪得很大，好像生前经历了很恐怖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就是抢了我肉的那个男人。呵呵，你是来找我玩游戏的吗？我最喜欢玩游戏了。熊孩子打的篮球就是这些人头吗？那么这么多人头里面，他最喜欢的应该是哪一个呢？我强忍着恶心和害怕，把面前的人头都拿起来观察，连续翻了好几个，都没发现什么特别的。我此时心里也焦急起来，留给我的时间不多。女主人要是发现我偷偷溜进来了，到时候肯定不好交代。到底哪一个才是熊孩子最喜欢的？我挣扎片刻，立马从角落里随便拿起一个人头，装进了背包里。熊孩子没有阻止我，还在兴奋地喊道：已经好久没人陪我玩了，你要好好藏好哦，不然的话，呵呵。我没有回答他，立马往外面走去。刚来到客厅，小小他们就回来了。我以临时有事的缘由向女主人告辞，她也没有挽留，客气地把我们送到了门口。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阵奇怪的声响从她家传来，女主人此时的笑容也变得很是诡异。我赶紧把门关上。男人血红的眼珠凶狠骇人，死死地看着我们。糟了，肯定是球选错了。熊孩子这个时候也走了出来。我又要有新的篮球了，呵呵。我把书包朝他们一扔，直接把男主人的头给拽了下来。快跑！我回头看了一眼，奇怪的是里面3个人并没有追出来。看来我赌对了，熊孩子最喜欢的球就是熊爸的脑袋，而他们不来追，
也肯定是限于规则。按照规则，现在就是要把球藏起来，等熊孩子来找。你们要藏好哟，我数到30就来找你们了。1、2、3。这层楼一眼望去空荡荡的，根本没有可以藏球的地方。眼看着时间越来越接近，只能拼一把了。30，我来了。熊孩子挨着墙壁四处的寻找，然后又围绕着我们四处打量了一番，发现我们手里和后面都没藏球后，就继续前往其他地方寻找。来回找了几圈，熊孩子开始不耐烦起来。为什么没有？你到底把球藏到哪去了？你如果承认自己输了，我就告诉你。他冷哼一声，又接着四处找寻起来。又找了2圈，也没看到球的影子。你快告诉我，球到底在哪里？你承认输了，我立马告诉你。好吧，你赢了，可以告诉我了吧？你必须亲口说，我承认自己输了。熊孩子眼里闪过一丝杀意，最后才不情不愿地按照我说的念了一遍。我这才指了指他家的房门，他的表情瞬间凝滞了。我是趁着熊孩子出来的时候，迅速把球扔到了他家里。大哥，你太厉害了，小弟甘拜下风。有时间一起切磋球技哦。这次的任务也算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回到楼下后，我仔细给他们解释了一番。找错了球，熊爸会立马出现，也就是说，熊爸和球肯定是有关联的。而且熊爸的脑袋就很像一个球，这是一个提醒我们的点。至于我为什么敢把球扔进他们家里，也是规则提示的。藏球不可以藏在邻居家，走廊也根本就没有遮掩物体，老头也肯定不会出必死题给我们。还有那句熊孩子找到了正确的球，我们就会有危险。也就是说，这个球只能是熊孩子自己找到的。出门找球的时候也都是熊孩子一个人，所以把球藏到他自己家里，他家里人是不会告诉他的，这是规则。吹哥，你实在太厉害了，小弟以后就以你马首是瞻。这次休息了1周，老头给我们发布了最后一个任务，找到楼长，这个需要你们独立完成。楼长隐藏在所有的住户当中，你们每个人有3次机会可以询问楼上的邻居，他们当中有的话是真的，有的是假的，这个你们要自己辨别。好了，最后一次任务正式开始。此次的任务是找到楼长就算成功，要是超过3天还是找不到，你们就永久的留下来，像楼上的邻居一样。老头语气复杂的说完之后，转身走了，佝偻着的背影略带落寞的感觉。我来到了4009号门口，我第一个选择的是他，是感觉他比较有人情味一些。在我说明来意后，他静默了半晌。楼长很善良，即使身处地狱，内心依旧是一片光明。没了吗？他摇了摇头，指了指上方，然后闭口不谈了。我告别了他，来到了熊孩子家门口。我是来问楼长的消息的。他表情有点奇怪的看着我，不知道在想什么。楼长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总是想着可以解救所有人，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总之，楼长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他说完就匆匆把门关了。我现在手里的2条线索是楼长很善良，很负责任，邻居对楼长的评价都很高啊。我继续往前面走，准备找一个没有去过的邻居家。当我敲开4012号房间的时候，头皮一麻，这个邻居竟然是我第一天晚上在猫眼里见到的那个女人。你好，我是你楼下的邻居，我是来找关于楼长的消息的。楼长死了。老头说楼长在所有的住户当中，怎么会死了？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把收集到的3条消息串联在一起，就是很善良、很负责的楼长死了。这里面哪一个说的是真的呢？4009我先排除，那么4017的熊爸和4012的女人，到底是谁在说谎？老头说楼长就在所有的住户当中，还有一部分邻居我并没有见过。我正在思考的时候，小小回来了。我们把各自收集到的线索告诉了对方，他找的3个邻居口中的楼长是一个疯子、变态、非常残暴的一个人。怎么收集到的信息相差会这么大？
一时之间实在很难分辨谁真谁假。你们找到楼长了吗？其他的人都面露难色，摇了摇头，然后都齐刷刷地看着我。我顿时觉得压力山大，万一我说错了，那就是一辈子留在这里了。你们考虑清楚了没有？如果我的答案是错误的，你们可要永远的留在这里。水哥，我們前面的任務如果不是跟着你，根本早就死了。要是你的答案是錯的，那就是我們的命。他們的信任讓我十分感動，希望我心中想的是正確的，能夠讓他們回家。樓長應該已經不在了吧？所有人都是一愣，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就連老頭的神情也很是震驚。之前的楼长的确是不在了，但是这次的任务规则是找到楼长，在我们所有的住户当中。我回去后就一直在思考，楼上有一部分邻居，我们是没有时间和机会接触的，但是我们只有3次机会问3个邻居，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漏洞。我想了很久，终于把这个想明白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里根本就没有楼长，你们举办这个节目就是为了挑选新的楼长吧？此时的氛围是一片诡异的安静，大家都一脸震惊地看着我。好，很好，不愧是老夫我看中的人。你说对了，楼长确实要在你们当中挑选出来。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属于一个时空交错的空间，抢走4009号房邻居眼睛的就是来自其他空间的怪物。上任楼长为了封闭空间虫洞，解救困在这里的人，迷失在了时空里。由于这里情况的特殊，只有能力出众、聪明绝顶的楼长才可以镇压这里。现在我正式任命你为新任的楼长。等等，那不是我就要一直留在这里了？严格来说是这样的。嘿嘿嘿。大家表情古怪地看着我，有的人好像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老头看向了一旁剩下的几个人，恭喜你们任务完成了，以后就是这里的新住户了。所有人瞬间一愣，这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所谓的完成心愿的节目，其实就是把大家伙骗到这里来，成为新的住户。但又有什么办法，在这个平行时空里，根本就没办法逃出去。实在没有想到，从来到这里的那一刻，我们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这种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感觉，真是令人很是绝望。但这也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心中的贪念吧。Better come correct. Bring the beat back.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Better come correct. Bring the beat back.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Better come correct. Bring the beat back.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Hey, don't stop. Bounce that ass. Shake that ass, girl. Let's go. What? Let's go. Bounce that ass, girl. Shake that ass.